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现在在我家附近的后山皮公园，今天在这边 Tony 开讲，继续延续我上次没有讲完的主题。我上次提到儒家思想在公元3世纪就没落了，当时中国流行2种思想，第一就是以老庄思想为基础的玄学清谈，那第二就是佛教，在那个时候在中国非常的流行兴盛，儒家思想从此就萧条了300年。那在这300年这么长的时间内，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以老庄思想为中心的主流文化，或者是中国没有成为一个佛教国家呢？那今天这一集Tony开讲，就来聊聊这个原因到底是为什么。魏晋南北朝时代，中国非常的流行老庄玄学思想。大家如果读过一本书《世说新语》，就可以知道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所向往的玄学清谈。我就先举《世说新语》里面的一个故事，就是东晋时代有一个大臣郗鉴，他想帮女儿挑个女婿。那听说王导家族的子弟都不错，彼此又门当户对，所以他就派一个使者去拜访。那王家的子弟听到消息，当然希望自己被选中，因为郗家也是名门，所以这些子弟们个个整饰仪容，希望能够给这位使者留下好印象。那这位使者拜访王家归来之后，郗鉴就问使者：“你去打探的结果如何？”使者就回报说：“王家的子弟看起来都普普通通，我没有留下特别的印象。不过倒是有一个蛮特别的，他也懒得理我，就躺在床上，还露出肚子，态度从容的在吃着胡椒饼。”郗鉴一听就说：“好，就选这一个当我的女婿。”那这一个人就是王羲之。从这里大家就看得出来，那个时代思想的转变，知识分子讨厌儒家那套礼法，繁文缛节，你能表现出超凡的天真帅气，不做作，有个性，反而更受到所谓高级知识分子的认同。那么当时流行的佛教呢，大家都知道，因为从后世我们可以看到敦煌莫高窟，还有云冈石窟，还有龙门石窟，都留下了非常壮丽的佛教石雕，所以就可以想见当时佛教流行的盛况。当时南朝的梁武帝还曾经3次舍身同泰寺，把这个臣子都吓得只好赶紧大家凑钱去把皇帝赎回来。所以当时连皇帝都成为佛寺的最佳代言人，以舍身的方式来帮佛寺募款。那我们从唐朝诗人杜牧写过的一首诗《南朝480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》，就可以看出南北朝时代佛教何等兴盛。而现在在台湾，农历7月，佛教界都会举办梁皇宝忏，就是从梁武帝那个时代开始的，已经有1500年的历史。儒家思想在公元3世纪就没落了。那在这300年时间内，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以老庄思想为中心的主流文化？我就举《世说新语》的一个故事，把它改成现代版的故事，分享给大家。有一天，在上班时间，老王、老刘、老林3个经理来到另外一个经理老何的办公室，来找老何聊天。结果老何忙着在批公文、处理公事，没时间陪他们聊天。老王就对老何说：“我们来找你聊天，我们来聊聊老庄思想。你怎么不理我们？一个人埋头在那边猛批公文，你这个人还真无聊，真没趣。”那老何就回答说：“我如果不认真看公文、处理公事，努力撑住这家公司，那你们哪里能在公司里面这么逍遥、浑水摸鱼过日子呢？”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，如果你是这一家公司的总经理，那你本人也非常喜欢老庄思想，每到假日的时候会邀集一些同好，带点小酒或是带点名茶，找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，大家在那边喝喝小酒、喝喝茶，聊聊老庄思想，日子多么逍遥。但是你经营一家公司，你会用老王这种浑水摸鱼的员工，还是会用老何这种认真工作的员工呢？当然是会任用老何这种员工，因为个人的喜好是一回事，要治理一个国家、治理一个公司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我认为皇帝本人可能很讨厌儒家思想，例如
皇帝想废掉皇后这个黄脸婆，将一位新宠的年轻貌美的妃子扶正为皇后。结果你们这些儒生官员竟然敌死反对，讲什么天子失伦、礼法崩坏，这个国家会陷入混乱。那如果我当皇帝，我当然会讨厌这样的儒家思想，我会喜欢老庄思想，无拘无束，换皇后就像换衣服，无牵无挂，无想无念，这样多么自由自在。但是治国呢，想一想，还真的不能用老庄这种员工，还是把那一个被我炒鱿鱼的儒家老员工叫回来比较可靠。但是老庄思想会不会退流行？当然不会。老庄思想是每个人的心灵鸡汤，连皇帝自己都爱。他可以用老庄思想来安慰他宠爱的妃子，皇后只是个虚名而已。你干嘛被这种虚假的名分框架住，在意呢？你是我最爱的人，你才是我心目中真正的皇后。所以老庄思想是我们个人的心灵鸡汤，可以帮助我们摆脱烦恼。那么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代300年，佛教盛行。那为什么中国没有成为一个佛教国家，反而还招来三武之祸？三武就是北魏太武帝、北周武帝，还有唐武宗。从第一次祸害到第3次祸害，那前后加起来就是400年的时间。那这是中国历史上很著名的3次对佛教大镇压的事件。三武之祸所以爆发，是因为当时佛教盛行，为国家治理带来弊端。因为佛教流行，所以很多人出家发大财。出家有什么好处呢？当了和尚就不会被征调服劳役，寺产不必缴税，然后有很多信众会捐钱供养，这些钱又可以拿去买地圈地，寺产越来越多。那当佛寺越来越有钱，国家财政就越来越差，皇帝当然受不了，就会出手整顿。所以三武之祸不是真的要灭佛，而是要整顿佛教，强迫大量的尼姑和尚还俗，没收寺庙资产，只留下少数皇帝认可的真佛寺、真和尚。当然，皇帝本人还是非常喜欢佛教，例如唐宪宗就恭敬的要迎佛骨入宫奉祀，韩愈因此上书谏迎佛骨表，反对此事，惹得宪宗非常的生气，把韩愈贬到潮州去喂鳄鱼。因为皇帝也是人，人会生老病死，而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，没有提供解答，皇帝当然也会焦虑。所以皇帝也需要佛教的信仰，死后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那对老百姓来说也是如此，信奉佛教比较简单多了，因为儒家说君子有3不朽，立德、立言、立功皆可以不朽。但是我们老百姓是凡夫俗子啊，要立德、立言、立功，那太困难了吧？但是佛寺里面的法师跟我说，你只要常念阿弥陀佛，不要做坏事，那么将来你死后就可以进入西方极乐世界。那这样简单多了。我当然是要信仰佛教，但是要治理一个国家，皇帝需不需要有人努力，而且愿意去立德、立言、立功呢？当然需要。所以皇帝心里当然明白，科举取士不能用《金刚经》《阿弥陀佛经》来取士，因为佛教谈来生、谈到彼岸，是没有办法帮我治国。我应该还是要用儒家思想来招募官僚，这些官僚他们有共同的治国理念及价值，是来自孔子思想的教诲。所以佛教虽然在魏晋南北朝的时代大为流行，但终究只是成为民间的信仰之一。正如同中国本土产生的道教，都扮演了补足儒家思想所无法提供的心灵庇佑。至于治理国家，帝王当然认为还是儒家思想比较可靠。所以在南北朝结束之后，儒家思想文艺复兴，再度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。以上就是我今天的通力开讲，简单的介绍为什么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长达300多年，老庄思想流行，佛教盛行，但是中国却没有发展成为一个以老庄思想为中心的主流文化，或是中国没有成为一个佛教国家。那当然，在短短10分钟的影片，
是不太可能能够详细的说明其中的曲折跟转折，所以我只是简单扼要的提出我的见解，不算是提供你答案，应该算就是一个引子，希望能够启发大家对于历史探索的一些兴趣。那我今天的同理开讲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